本集是由 Aukey 赞助播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利啊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我觉得很重要，但是很多人并不太在意的问题，就是 Apple Care Plus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 Apple 的产品，不知道 Apple Care Plus 是什么，或者你早就已经是 Apple 的使用者，但是不知道 Apple Care Plus 可以帮你省多少钱的，这一集请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真的超多人搞不清楚苹果的保固啊。那到底什么是 Apple Care Plus 呢？它跟1年的原厂保固有什么不一样？还有买了 Apple Care Plus 会有什么保障？哪些装置可以不用买？哪些装置又一定要买呢？今天这部影片我会就我自己多年的出保经验，跟目前我了解到的所有相关资讯整理起来分享给大家。那如果有什么我没有讲到的，你想要补充的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大家都知道苹果的所有产品本身都有1年的原厂保固，但是这个1年的原厂保固的保固范围很小，它只有针对产品本身的问题或是制造上的瑕疵才可以出保固，像是相机镜头没有反应、主机板异常、按键失灵这一种，苹果才会免费帮你处理，这就是所谓的有限保固，也就是针对非人为的损坏来做保固。所以如果是人为的损坏，那很抱歉，就算在1年的保固期间之内，苹果也是不会理你的哦。那我还记得苹果第一次推出有 IP67 防尘防水的 iPhone 是 iPhone 7，那当年呢就有 YouTuber 故意把它丢到水里面，想测一下这个防水的功能。那照理说 IP67 是可以浸在水里面30分钟不会有问题的，但是只过了大概10分钟左右呢，那只 iPhone 7就已经进水坏掉了。但对苹果来说，因为 iPhone 不是自然坏掉的嘛，而是你让 iPhone 进到水里面坏掉的，所以算是人为损坏。结果当然是没有办法免费出保固嘛，最后还是只能付费维修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不管你是边看影片边吃东西，不小心把饮料泼到键盘上面，还是意外手滑摔爆了 iPhone 的萤幕，或是 AirPods 不小心掉到马桶里面忘记捡起来，这些都算是人为的意外损坏，都是要额外付修理费的。那 Apple Care Plus 呢，就是用来 cover 这些额外的人损部分。用最白话的方式来说， Apple Care Plus 就是帮苹果装置买一个意外险。好，那保 Apple Care Plus 有什么好处呢？在继续下去之前，先借我们1分钟感谢一下影片的赞助商 Aukey。出门在外想要有更轻便的充电装备吗？那就让 Aukey Mac Fusion 系列成为你的最佳伙伴。Mac Fusion M 磁吸超薄行动电源，具备高强度金属外壳与超轻薄的设计。5000毫安时的版本只有1只 iPhone 的厚度与110克的重量，就算是10000毫安时的版本也是轻巧好携带。两款皆支援气兔15瓦无线充电与20瓦有线快充，各种装置都能应付，安全性更不用担心。Mac Fusion M 通过多项安全规范与防护技术，机身完整标示规格，符合航空规范，上飞机也别担心。当然不止随身充，还要能定点充。Mac Fusion L 2合1无线充电器只有 2.4 公分，重量140克，同样轻便好收纳，支援气兔15瓦无线充电，展开便能帮 iPhone 与 AirPods 同时充电，上下可调支架，不止站着充，还能躺着充，轻松解锁待机模式。最酷的是下方还有真空设计，轻轻一压加强稳固，拿取手机不再晃，离开时只要按下侧边按钮就能轻松拿下。当然多国安全认证与充电保护也是给好给满，让你随处充电更放心。现在就立刻用影片下方的链接，让 Aukey 成为你的最佳伙伴吧。好，那保 Apple Care Plus 有什么好处呢？那第一点就是意外损伤的自付额是很便宜的。你只要在 Apple Care Plus 的保固期间之内，装置发生了任何意外，通通只要支付一个固定的意外损伤自付额就可以了。那举例来说，如果不小心摔爆了你的 iPhone 17 Pro Max 的萤幕呢，本来是要付将近13000的维修费用，但如果你有保 Apple Care Plus， 现在你只要付900元，苹果就会帮你修到好。好，第二点就是出保是不限次数的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是手残王，就是常常会摔坏手机的那一种人，只要在 Apple Care Plus 的保固期间之内呢，你每摔一次萤幕就只要花900块就好。所以不管你是不小心摔，还是发脾气摔，或是宠物帮你摔，想怎么摔就怎么摔，完全没有问题，摔越多你就赚越多啊。第三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可以延长保固的时间。那苹果给的1年原厂保固最多就是只有1年而已，而且只是有限保固而已哦。但如果你加保 Apple Care Plus 的话，就可以把保固延长到2年，那有些装置甚至可以延长到3年，而且这个是包含人为损坏的部分，像是 Mac 包含了笔电、桌垫，还有苹果的萤幕包含 Studio Display 跟 Pro Display XDR， 还有 Apple TV 这3种类型呢，都可以延长最多3年的保固。那其他装置像是 iPhone、iPad、Apple Watch 或是 HomePod 这些，最多就是2年而已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 Apple Care Plus 保固的装置呢，在2年或是3年的保固期间之内，你都可以放心的使用，也不用怕有任何意外发生。讲到这，一定会有很多人说，Apple Care Plus 的保费也不便宜啊，如果我用手机都没有摔到，没有进水，那不是超亏的吗？这种怕浪费的心情我完全懂。
只要聊到 AppleCare Plus， 永远都会分两派。那一派觉得买了超划算，值回票价，那另外一派就觉得根本只是交安心税而已。那在我看来，这件事情的关键不是只有单纯要看有没有用到而已，还应该要思考的是 AppleCare Plus 的保费跟官方的维修费的差距，你到底能不能接受？那以 iPhone 17 Pro 系列来说， AppleCare Plus 的保费是6390元，有2年的保固。那只要在这2年期间发生任何的意外，像是如果你的 iPhone 17 Pro Max 的萤幕不小心摔破了，你有保 AppleCare Plus 的话，你只要付900元就可以换回完整无缺的萤幕。但如果你没有保 AppleCare Plus 的话，维修一次就是要12290块，也就是说你只要摔一次你就划算了。这就是 AppleCare Plus 的价值，它把一次可能花费1万多的灾难变成了固定可以预期的900元或者是3200块。简单来说，当你决定要不要买 AppleCare Plus 的时候，你不是在赌会不会发生意外，而是在精算一笔长期使用可能会有的开销。因为这是苹果直接给了你一个维修费用的天花板，就是避免发生万一的时候，那个费用你不会让你太心痛。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，我每天会拿在手上，经常带出门的装置，它们摔到的风险比较高，我就会保 AppleCare Plus。以 iPhone 来说，它绝对是大家每天会带进带出，一刻都不离身的，对吧？那所以它摔机的风险最大，而且它的损耗也最大。像我前阵子就发现，我几年前给老爸的 iPhone 14 Pro 那个电池的健康度已经掉到 76% 了，所以我就拿去换电池啦。那结果检测的过程中，维修人员还顺便发现到这支 iPhone 14 Pro 的镜头竟然入尘了。所以如果我当初没有保 AppleCare Plus 的话，我就得花3350块换电池，而且可能还需要再多花6790块才可以换镜头。那好险有保，所以我1毛钱也都没有花到。iPhone 14 Pro 可以直接满血复活，让我老爸再战3年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iPhone 一用就是好几年，那 AppleCare Plus 保起来，然后在保固快到期的时候拿去修一修，这样就可以再战好几年。但如果你是每一年都会换新手机的话，那或许可以考虑把这笔钱省下来，只要这1年你好好保护你自己的新手机，在卖掉之前不要出意外就行了。那如果是 iPad 的话，我一样是会建议加保 AppleCare Plus。最主要的原因呢，当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大台了，很容易不小心没有拿好呢，就摔到萤幕碎掉，或是放到椅子上面没有注意压到就直接变形。再来就是 iPad 没有防水，很容易在下雨天包包淋湿了， iPad 也就淋湿了。像桑尼老师就是这样坏了好几台 iPad 了。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，就是你帮 iPad 保 AppleCare Plus 的时候，它不是只有帮你保 iPad 本机而已它也会顺便帮你保一支 Apple Pencil 跟一个 Magic Keyboard 的保固意思就是说，只要你这些配件是苹果原厂的，你在加保 iPad 的 AppleCare Plus 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顺便把它们纳入保险里面。那你只要在保固的期间 Apple Pencil 摔坏了，键盘泡水了，你只要自付900块就可以维修到好，非常划算所以如果你买 iPad 的时候有顺便买 Apple Pencil 或者 Magic Keyboard 的话，那强烈建议 AppleCare Plus 就把它保起来啦。那 Apple Watch 的话呢，我觉得如果是一般款，像是 S10 S11 这一种就可以买，毕竟是圆弧形的萤幕嘛，不小心敲一下就碎了，那个维修价基本是可以再买一支新的啦。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觉得装壳很丑的朋友，买来会比较保险一点。那如果是 Apple Watch Ultra 的话呢，我个人是觉得不太需要啦，因为它太强壮了，除非你觉得2-3年之内你可以把电池超到 80% 以下，不然基本上它应该只会越用越慢但是你是用不坏它的。至于 MacBook 的话，那不管是 MacBook Air 还是 MacBook Pro 都一样，他们的萤幕、主机板甚至是电池都超贵你只要随便一个地方出问题，绝对都是5000块起跳的维修费，非常可怕。像前阵子我们小编用2年多的 M2 MacBook Air 电池挂掉了，但因为当初忘记加保 AppleCare Plus 了，所以就只能自己掏7000多块来换电池。如果那时候有保的话，这笔钱根本可以省下来。所以苹果的笔电，我是建议 AppleCare Plus 是一定要买的，而且它是延长3年的保固，所以就算保固期间你的 MacBook 没有摔到也没有坏掉，但电脑认真用了3年之后，电池健康度是有很大的机会会掉到 80% 以下的，就算是只换颗电池我都觉得划算了。那如果苹果桌垫的话， iMac 可以买，毕竟之前萤幕出过问题，很多网友1年保固刚过没有多久，萤幕就坏了，换萤幕是很贵的，所以 AppleCare Plus 的 Mac 3年保固呢很划算，值得买。但如果你是 Mac Mini 或者 Mac Studio 这种没有电池也没有萤幕的桌机，那我觉得可以把钱省下来。我用了这么多年的 Mac 桌机，只有坏过 Mac Studio 的记忆卡插槽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不用买的。那像是 HomePod、Apple TV 这种几乎不会带出门的装置，我觉得跟 Mac Mini 一样是可以不用保的。那最后我也帮大家整理了几个 AppleCare Plus 常见的 Q&A 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是 AppleCare Plus 该怎么买？那购买 AppleCare Plus 的方式很简单，有3种。第一种就是去 Apple 的直营店，他们会现场检查你的设备状况，只要确认没有损坏或是异常，就可以直接在现场加保。那第二种呢，是打电话给苹果的客服，他们会请你执行一个远端的诊断程式来确认装置的状态，然后再提供你购买的方式，通常是线上刷卡来付款那第三种就是透过苹果授权经销商，像是德仪数位啦、iStore Studio A 这些，
你只要带着装置去他们的维修中心检查过装置之后，就可以直接加保。再来第二个最常见的问题，应该是什么时候加保 AppleCare Plus 比较好呢？在台湾，苹果官方规定的加保期限是购买后的60天以内，就是从你买的那一天开始算60天以内，只要加保了 AppleCare Plus， 就会从加保的那一天开始往后延长2年或者是3年。但如果你超过60天，就没有办法透过苹果原厂加保了，只能去德仪数位或者 Studio A 这2家苹果授权的维修中心加保。他们有提供 AppleCare Plus 的365天延长保固活动，你只要在购买装置的1年内的任何一天去这2家中的其中一家加保 AppleCare Plus 都会没有问题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可以这样第一年有苹果原厂保固的时候，你就小心的使用，不要出任何的意外。然后在原本的1年保固快要到期的前几天呢，再到 Studio A 或者是德仪去加保 AppleCare Plus， 这样子呢，你的保固就可以在你加保的这一天再延长2年或是3年， CP 值就变得非常高了。好，第3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的 iPhone 买了 AppleCare Plus 之后，保固到期了，我还可以再买一次吗？当然不行，每个产品只能加保一次 AppleCare Plus， 请好好把握。第4 ，AppleCare Plus 可以取消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的理由申请取消 AppleCare Plus， 那保险费也会退还给你。你只要在30天内取消，那就可以获得全额的退款。那如果你超过30天才取消的话，那苹果就会依照比例退款给你。另外还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就是 AppleCare Plus 是可以转让的，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把有保 AppleCare Plus 的 iPhone 或是 iPad 卖掉的话，这个保固是可以转让给买家的，你只要打个电话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保 AppleCare Plus 的产品在二手的市场上面通常比较好卖，也可以卖比较高价的原因了。然后第5，海外购买的苹果装置可以在台湾买 AppleCare Plus 吗？不行，海外购买的苹果装置只能在购买的国家保 AppleCare Plus。像我之前请桑尼老师从日本买回来的 AirPods Pro 3，那在台湾就没有办法加保 AppleCare Plus。如果你真的想要保的话，你只能在60天内飞回去日本保。但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用打电话的方式去加保啦，所以如果有透过电话成功加保别的国家的 AppleCare Plus 的朋友，请留言跟我分享一下，非常感谢。如果你在海外加保 AppleCare Plus 之后回台湾，可以出保固吗？还有在台湾买了 AppleCare Plus 出国可以维修吗？可以，只要当地有 AppleCare Plus 服务的话就可以维修，不过收费的方式就会以当地的计价为主，所以回台湾就是以台湾的价格来出保，去美国呢就是以美国的价格来计费了。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，有一些装置是只有地区保固的，也就是你从海外买回来，就算是有保 AppleCare Plus 也是没有办法在台湾维修的。那地区保固的产品包含了 iPad 的行动网络版，也就是支援 SIM 卡的 iPad， 还有所有系列的 Apple Watch 跟 Vision Pro 这几种类型都属于地区保固的产品。那现在美国版的 iPhone 17系列呢，拔掉了 SIM 卡，只剩 eSIM 的，跟台湾版本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目前没有办法确定美国版的 iPhone 17可不可以在台湾出保，所以如果知道的朋友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补充说明，非常感谢。好啦，这就是这支影片的所有内容啦，不怕1万只怕万一，这个就是 AppleCare Plus 存在的价值。那你会买 AppleCare Plus 吗？还是觉得 AppleCare Plus 只是一种安心税呢？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你的看法。我是威力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也就是说呢，不管你是边看饮料边吃东西，不小心边看饮料好啦，这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内容，不怕万一只怕1万。